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你真的会吃水果吗？你知道吃水果的时候有哪些禁忌吗？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水果小知识，让你更了解这些美味又营养的水果。你知道吗？某些水果可能对某些人来说不适宜，例如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的人应该限制水果的摄入量。此外，有些人可能对某些水果过敏，这也需要注意。我们将介绍一些适合各种人食用的水果，并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挑选和储存水果的贴士。除了介绍水果的小知识外，本视频还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增加水果摄入量的建议。因为许多人仍然缺乏足够的水果摄入量，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。通过这个视频，你将学到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水果，以及如何在你的日常饮食中增加水果的摄入量。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你可能不知道的水果小知识，学起来吧。水果的吃法禁忌，尤其对于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的人来说，选择对的水果吃法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高血糖的人应该注意糖分含量较高的水果。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想象成一个胶囊，这个胶囊里面充满了糖分，而患有高血糖的人的身体无法处理这么多糖分，如果他们继续吃糖分含量高的水果，就像是将更多的糖分塞进了这个已经充满了糖分的胶囊，最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。那么，哪些水果是高糖分的水果呢？例如香蕉，它看起来简单可口，但实际上却含有相当高的糖分，就像是一个看似平静的湖泊，但下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一旦陷进去就很难逃脱。另一个高糖分的水果是榴莲，它的甜味非常浓郁，我们可以把榴莲想象成一个蜜蜂蜂巢，里面充满了蜜糖，一旦咬下去就会让糖分快速进入体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谈一下哪些水果是适合糖尿病或高血糖患者的。西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就像是一个清凉的泳池，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提供了凉爽的慰藉，同时还不会增加太多糖分。草莓也是另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它们小巧可爱，像是一个口感丰富的小甜点。这些低糖分的水果可以为你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，同时不会导致太多的糖分摄入。当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时，你需要特别关注食用水果的时间和分量。晚上避免食用水果，因为身体代谢率下降，血糖水平容易升高，这可能会使你的血糖控制更加困难。相反，在白天食用水果有助于身体更有效的代谢果糖，避免血糖飙升的风险。此外，要记住，水果中含有天然的果糖，因此应该避免过量食用。过量摄入果糖会增加血糖水平，增加身体糖分摄入量，导致糖尿病或高血糖患者血糖难以控制，甚至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健康问题。所以，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尽量选择低糖的水果，并注意使用分量和时间。水果过敏如何避免？这些水果不宜食用。你有没有过吃了水果后感到皮肤瘙痒或呼吸困难的情况呢？这可能是你对水果过敏。水果过敏是一种普遍的食物过敏，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更为常见。水果过敏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瘙痒、红肿、发疹、呕吐、腹痛和呼吸困难等。在严重的情况下，水果过敏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反应，例如呼吸急促、哮喘和虚脱等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对某些水果过敏，最好避免食用这些水果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对某些水果过敏，可以尝试进行皮肤过敏测试或食物过敏测试来确认。如果你已经确诊为水果过敏，你应该学习如何避免食用你对的水果，同时学习如何处理过敏反应，例如携带药物以应对严重的反应。如果你容易过敏，那么少食用一些容易引起过敏的水果是很重要的。荔枝和芒果是两种常见的水果，也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。荔枝和芒果中含有一种物质叫做钾离子，它是造成过敏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除此之外，荔枝和芒果还含有大量的果酸和维生素 C， 这些物质也会对过敏体质的人产生不良反应。如果你是过敏体质的人，建议你少食用这些水果或者避免食用，以免引起过敏反应。如何选择最好的水果，并且成为一个真正的选水果达人？首先，你需要进行视觉检查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步骤，只需要用你的眼睛来观察水果的外观。好的水果应该有明亮的颜色，没有破损或凹陷的部分，且表面光滑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要选择香蕉时，你应该挑选颜色鲜艳、表面有光泽、没有黑斑或压伤的香蕉。如果香蕉有破皮或颜色深浅不一，那么它可能已经过期或者不新鲜。如何用闻味来选择最好的水果？首先，让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闻味这么重要。你知道吗？水果的味道是由它的气味和味道共同决定的。当水果成熟时，它会散发出自然的气味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告诉你它是否适合食用。现在，让我们举个例子。假设你正在选择香蕉，你可以把它放在鼻子下面，用鼻子闻它的气味。如果它有一种香甜的味道，那么这个香蕉很可能是熟透了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嗅到的味道是酸的或者发霉的，那么这个水果可能已经过期了，或者已经变质了。所以，选择那些散发出自然香味的水果是最好的。如何透过轻压检查水果，让你成为一位选水果达人？选购水果时，很多人都会轻轻捏一下水果来检查它的新鲜程度和成熟度，但其实，这种轻压检查水果的方法可以告诉你更多有用的资讯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要选购橘子，你可以先用手轻轻地按压橘子的表面，如果感觉到橘子表面有些松软，那么这颗橘子可能已经过熟了。相反的，如果橘子表面感觉坚实，那么这颗橘子就比较新鲜。另外，透过轻压检查，还可以帮助你分辨哪些水果已经过了成熟期。例如，压感松软的西瓜或是压感坚硬的青梅都是过度成熟或未成熟的水果，不建议购买。最后，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些水果因为特殊的成分或结构，比如柿子或是葡萄等，轻压检查的方法可能并不适用。因此，在选购这类水果时，可以参考其他检查方式，或是向卖场人员请教。要和大家分享如何选择和储存水果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谈一下水果的储存方法。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储存条件，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水果进行储存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要储存熟透的香蕉，最好将它们放入冰箱中。香蕉会因为低温而变黑，但是它们的味道和营养价值不会受到影响。相反，如果你想要储存未成熟的香蕉，最好不要放在冰箱内，因为这样会使它们变得更加不成熟。另外一个例子是西瓜，西瓜应该放在阴凉乾燥的地方，最好不要将它们放入冰箱中。如果你把西瓜放进冰箱，它们的味道会受到影响，而且还会占用大量的空间。我们要来谈谈每天摄取多少份水果才是适宜的。现代人生活步调快，经常没有时间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但摄取足够的水果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。那么，每天应该摄取多少份水果呢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每天应该摄取至少400克的水果和蔬菜，这相当于大约5份的水果和蔬菜，其中水果和蔬菜的摄取量应该各占一半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一份水果呢？一份水果通常指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，例如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香蕉，或者一个杯子的切片水果。此外，摄取不同种类的水果也是很重要的。不同的水果含有不同的营养素，摄取多种不同的水果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营养素。比如，香蕉富含钾，蓝莓含有抗氧化剂，芒果则含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等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当你忙于工作或是学习时，常常忘记吃水果呢？那么今天的建议就是把水果切成小块，放在自己经常待的地方，例如办公桌或客厅桌上。这样，
每当你感到饿了，或是需要一点小零嘴时，就可以轻松的选择水果，并且不用担心破坏自己的饮食计划。我们都知道，水果对于身体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只是在餐后吃一个水果就可以了。但事实上，如果我们能在早餐或点心中加入水果，那么对于我们的健康更有益处。比如说，在早餐上加入一些蓝莓，可以增加纤维质和抗氧化剂，同时还能让早餐变得更加美味。而如果你喜欢吃优格，可以加入一些切碎的草莓，不仅能增加水果的摄入量，还能增加优格的口感和味道。我们也可以将水果和其他食材搭配在一起，让餐点更加丰富多样。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水果中混入蔬菜，例如，如果你想要吃一份沙拉，你可以加入一些切碎的水果，例如菠萝或石榴籽，这样不仅增加了沙拉的口感，也让它更加健康营养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炒饭，也可以考虑加入一些水果，例如切碎的苹果或蔓越莓，这样可以让炒饭更加清爽，也增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取量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